国务机要费被冻结了哈。那总统府就说啊，现在这个中秋节要到了啊，就不能买这个月饼啊，跟这些弱势团体买月饼啊等等啊。翁小玲啊就说，你只要公布我们3读的法案就可以了。然后这个退伍军人啊，不是退伍军人的这个义务的军人自愿役的军人加薪，每个人3万块。然后呢，这个军警了哈，退休的军警哦，退休金啊，所得替代率提到90%啊，不像原来6.5%就可以了。这3读通过了，就可以解冻了。所以不要画错重点，不是不能解嘛。那你坚持，那我们就坚持啊。这翁小玲意思是这样子啊。那因为呢，这个国务机要费伤及庇护工厂了，所以呢，这个黄建豪也是国民党立委，他就不满，他说不要拿弱势操作议题嘛，你老是不把原因讲清楚，去把弱势拿起来当垫背，好像我们欺负弱势啊。那另外呢，这个总统现在说，因为呢国务机要费被删，所以呢本来要买这个1亿5千万个这个1.5万月饼啊，所以现在呢1.5万了，1.5万个月饼，1.5万个月饼，所以现在呢希望国人踊跃购买。希望说啊，我们既然没钱买，你们多买吧，意思是这样啊，1.5万个啊。那另外呢，这个吴宗宪吴宗宪委员要选宜兰县长，他说这是要挟带弱势团体来做政治攻击嘛，他说在这个时候南部面临淹水灾情，你到时候这个民进党应该去赶快去想办法救灾啊，结果还拿弱势团体来做政治的攻防啊，那吴宗宪就认为不应该这样了啊。还有呢，立法院因为这个旅费删减30%。所以呢，这个周万来周万来是立法院的秘书长，说呢，这个立法院的出访的旅费现在通通停了，因为已经用到了，已经没有钱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出访立法院不要出访了，出访呢也没钱了所以民进党说，你看国民党自作自受，现在出访也不行了，我们看一下。先前韩国院长才率跨党派立委前往美国国会拜会众议院荣誉议长裴洛西。如今总预算通过之后，决议同案删减各机关国外旅费30%，其中也包括立法院。因此，立院秘书长周万来就发函立委，本年度的国外旅费已被删减，即日起停止受理申请出访。不符常态的删减预算，造成粮草用尽的断炊，只能说蓝白咎由自取，害人害己。不止蓝绿白3党团即将组成立委视导团，9月10号到14号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经费和使用额度可能会受到影响之外，国民党团青壮派的立委也将前往美国拜会侨胞政要。不过此行委员透露，目前以自费为主，不一定会申请经费，只是受总预算影响的还有总统赖清德。因为国务机要费如今遭删减，但提案委员翁小玲说早就有跟总统府协调，却遭已读不回。府方回应，当天委员的办公室向府方询问的同日，总统府就已经回复并提供完整书面资讯。府当天就回复，而且提供完整的书面资讯。翁委员办公室的主任也明确回复收到，更不应该以不实的言论转移焦点。总统府的幕僚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回报给总统府的长官就不清楚了。那么至少到整个院会表决之前，我没有收到来自于总统府任何的回应。面对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发声明谴责，实质影响智障者的工作跟社会参与机会。翁小玲认为，府方就是试图把弱势团体当肉票，双方持续各说各话，这国务机要费之争，看来还有得争论。那佩讲怎么看？奇怪，我搞不太清楚。我们动不是删，是动的是国务机要费。怎么会忽然扯到庇护工厂去呢？那到底是谁主动去把这个庇护工厂的经费把它直接删减呢？理论上来讲，我们如果有一笔钱是我们常常拿到的，不管薪资还是年终奖金，拿到之后，如果我们也拿了这个习以为常，那拿习以为常之后，如果说有一天忽然这个被减了一个趴数，那我们一定是把理论上这个可能是多余的支出，先把它动起来，先把它结束掉。那这样讲起来的话，不就总统府觉得弱势团体相对来讲不重要，所以他们先把这个东西先把它动起来吗？然后再来广为传之说啊，你看都是蓝白双预算，蓝白动预算。可是严格讲起来，如果真的心存善念，第一个要保的就是庇护工厂，反而不应该是说庇护工厂第一个就把它推出去当炮灰。那另外一点来讲，我老实讲，冻结这是因为
汪小玲，因为我是党团书记长，我们有谈过，我们说这个东西不要，他说我们要冻结，因为3读没有通过的法案，这实在太夸张。这个其实与宪政体系完全不合。所谓的毁宪乱政，这是这种这个3读通过的法案不编列预算、不执行、不附属，这种叫做毁宪乱政。这种毁宪乱政，严格讲起来，不只是说对于民主法治的一个羞辱，更是直接走向行政国。我们要不要讲独裁，讲行政国，也就是1930年到1933年那一个德国，当初他们国会是没有党获得多数，所以无法立法监督，所以行政权就直接碾过去。现在台湾是有立法院的，是有国会，而且是有多数的。我们3读通过的法案，你可以不执行、不编列、不附属，那基本上你们就想当就是准备就是1934年国会这种法案，直接以国安法直接把再也全部摒除掉嘛？那就是说，我们也觉得这是不对劲。那我们从国务机要费下手，因为是总统府，你总统有绝对的权利。老实讲，现在都是卓荣泰在被骂太上总统，还要总统府发便签帮他讲说啊，这个法律我们不附属。应该是行政院长自己来报告为什么吗？为什么总统府用一个便签来给行政院来给立法院说我们这3读通过法案我们不附属？这很奇怪啊！所以这整个来讲，庇护工厂，我们认为我目前接到最新的消息是台北市的庇护工厂目前营运状况良好。那可能很多县市也是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支持庇护工厂，应该要制度化嘛？你年度预算每年5%，编进去就好。对啊，编进去就好。为什么要叫人胡扯瞎扯？要用国务机要费来弄，对啊，好像施舍一样。来用笔。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哈，就是说，当然，民进党这个特别是总统府利用弱势的庇护工厂的这个1.5盒中秋月饼来擒了立法院被动的2000万国务机要费，我觉得确实就像有立委讲的，很恶心。对啊。但是呢，问题可以解决嘛？1.5盒立委就请那个国民党团立委，请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首长不仅那个各县市政府他的首长都有特别费嘛，你各局处都有特别费啊。以前我在台北市文化局的时候，我的特别费每一年也都是跟庇护工厂定那个就是3节嘛，什么端午节、中秋节什么。你现在就1.5万盒，那个国民党执政这么多个县市，大家认一下每个县市认个几盒，15000盒把它认掉。当然，我赞成佩祥的讲法啦。你总统府你的全年度的国务机料会，它不是全部删你的，它也不是全部冻结你的，它不过在很大金额里面就给你冻个2000万。那你应该把你其他国务机要费，我不知道他们其他用途是什么，你们一定可以查出来。其他用途先暂缓嘛，先保证庇护工厂的订单嘛。结果你反而那个。完全主客意味，他为的就是什么？为的就是让这个庇护工厂的这些团体跳脚，然后出来跟他开一个记者会，又在那边擒了立法院。事实上，立法院真的这个会期真的太客气了，删的预算没有删到2%哎。齐凯，你如果现在还在立法院，你会不会生气？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删的这么少，然后也不过。简单的动一个国务机要费2000万，抗议一下说你3读通过的法律，你赶快通过，赶快给军人加个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诉求都要被你擒了。民进党真的太过分，那我希望国民党的地方政府赶快动起来，1.5万盒不是很多，大家摊下去，你回去跟黄敏惠市长讲一下，马上大家把这个订单吃掉。我们党团其实已经发动了，像我个人我就买了几万块这样子说，来没有问题，这个东西就买嘛哈。立委动起来，县市长动起来，这都不是问题。现在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总统赖清德把这个当做个斗争的工具，这才是恶劣的地方。他怎么会把屁股都拿出来呢？他这里面来讲的话，不要忘了，这里面是所谓的不附属、不执行，是2个情况哦。第一个情况是什么？第一个情况是赖清德总统已经公告了，预算不编，比如说支援役加3万，这个他就不编了。那什么意思？你都公告了，法律已经生效了，那为什么你可以不编？第2个情况才是说，这现在是卓荣泰好像发现说，一来个进了他自己比较快。比如说最近的我们刚通过的3读通过的案子党政军退出
党政军退出媒体，原来是零持股，就1%，现在1%，他还不服输。这个老实讲，他原来不服输的概念是说，你侵犯我的预算权，比如说3万块那个300多亿，这个应该是我行政部门编，你有你这个道理去讲，但是那党政军这个根本没有钱，它是个法律案呢。它是个法律案呢，法律案它就不附属，所以这个整个一个节骨眼就是你不依法行政，你把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操作到变成一个运作到现在变成一个行政国，或者快要变成一个独裁国，或者快要变成一个皇帝制，然后就给你冻结，你只要这个，你只要一公告一附属联署一附属实施，马上就解冻啊，这个他就用这个来讲，所以。我是觉得我都同意呀，这个我们就来补但是这个元凶是总统，现在开始要搞行政国，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你这个党政军1%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政府有很多政府基金了，很多政府基金嘛，那政府基金也到处买股票去投资嘛，政府基金不是很多的到处，还有公营行库也很多嘛，所以他一旦投资进去了，你也不能限制他买啊，那你就变成。党政军有超过0%了，所以他们现在才说，只要不要超过1%，有一点点就算了，1%也不能，他也不能决定你什么嘛。那所以立法院通过，那现在行政也连这个都不肯，都不附属嘛，都不肯嘛所以就变成这样。来，赖清德不买，我们来买好不好？我觉得刚刚永平讲的非常好，这1.5万盒，这是像庇护工厂，像弱势的，这本来赖清德不要说国务机要费，他掏腰包拿自己的钱去买都应该啦。怎么这时候当成一个政治攻防的一个工具呢？所以他如果不买，赖清德不买，我觉得我们发起，我们所有人来买。我相信台湾很多民众愿意出这一笔钱。然后我接下来我讲一下这个国务机要费的这个故事。国务机要费它是一个强人政治之下的一个产物。我那时候当记者，我去查，连美国政府啦，什么美国的这个总统啦，一些民主国家没有这笔钱的啦。他这个钱很多一年那时候早期我去当记者的时候，民国70几年的时候，一年是5000万。那后来被我们骂了很久啊。后来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他把他薪水本来一个月84万，他砍了一半，变成42万的同时，他也把这个国际要费砍了大概1000万。那时候我还呼吁说，这个钱老讲还是太多，因为你像你当副市长，大概是几万块嘛，一个几万块，他一年5000万。4000万这本来就是太多了。那这笔钱本来做什么？是以前强人政治，你说他去军队去看这个三军的时候去犒赏嘛。那另外就是去做一些那个他做的某些突然要用的这种钱，都是老讲都没有法制化的东西。我觉得这笔钱本来就不应该要存在的。所以我当2年多前我进立法院，我第一件事情，我是第一个喊出来说赖清德那时候的总统赖清德常然都不守法，那你唯一能够制裁他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国际要费啊！我是第一个喊说，他如果不回到法治面、民主面，你就砍这笔钱啊！所以那一年我们后来也砍了一部分嘛，对不对？那现在你看他变本加厉，解铃还是系铃人啊！现在他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刚刚赵大哥讲了，金人加薪，立法院通过的案子警消他的这个退休金回到这个80%，也是3读通过了。现在连儿童跟少年儿少的育儿津贴666方案，帮这个年轻人到了儿少到了18岁的时候有第一桶金。他连这个他都不附属那是你造成的问题啊！当然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方法去制裁你、掐住你嘛，对不对？我觉得小林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啊。那法律上预算法里面就明定，你本来就是可以冻结这笔预算啊。你本身自己总统做不好，那我们拿这个冻结你，你赶快把问题解决了，去照顾军人、照顾警消、照顾我们的儿少，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本身解开就好了。结果不是，你现在不解开这个问题，你还拿这个。庇护工厂这个中秋月饼要来做一个政治公网，人民不是这不弄得整个社会是对立的吗？之前什么不能吹冷气啦，没有卫生纸已经被骂惨了。我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人民水准是高的，会知道赖清德利用这次的这个事情，把弱势者当成是一个武器来做政治的攻防。不，我还很好奇的过去10年是不是请总统府公布一下，你们到底每年中秋节买了多少这个月饼？买了多少盒，让大家知道嘛？如果你过去10年每年都买15000盒，那今年你少了15000盒，大家会了解。但你过去10年都编一点点，今年就被它是31000万动2000万，一共3000万嘛。15000盒月饼，如果一盒是1000块，就是1500万；一盒如果500块，就是750万。难道你总统府国会计划以前都去买月饼啊？那你元宵的时候怎么办？你过年的时候怎么办？
你中秋的对不对？你端午节的时候怎么办？你通通去买月饼。哦，我不敢讲，因为我没有查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总统府公布一下，从蔡英文当了8年，赖清德2年，过去10年你的国务机要费你买了多少月饼，每年买多少饼，让大家知道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蓝白砍了经费哦，说是不是影响南部的救灾？卓荣泰说：“我现在不能去，只能电话联系地方。”我是不懂，他去一下是怎样呢？他连车票钱都没有吗？哦，我现在只能，或是如果那边水很大，哦，我去不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说这跟经费有关吗？他说：“我现在只能电话联系地方，但是还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灾民孤单哦。那所以呢，先电话关切哦，然后呢，因为什么预算被删553万的勘灾施政推广联系费被你们删了，所以呢，他现在只能电话，不能去哦。听起来我觉得有一点苦肉计了哦。那民众党说呢，编了100亿经费治水预算，对不对？好，因为卓荣泰说治水预算都被在野党删光了嘛，所以南部才会淹水嘛，所以我们只能打电话嘛。那民众党就说，这里连加起来编的预算哦，累计投入408亿耶，400不止100亿，408都泡水里了。哦，是现在是怎样？黄国昌就骂卓荣泰，说你官员有钱呢，到处去浮选，结果呢水灾呢现在又喊没钱勘灾，你简直侮辱民众的智商嘛！哦，南台湾蛮惨的哦，很多车子都被灭顶了哈、哦。那而且今天还持续降雨，高雄就连续2天不上班不上课，连花莲都受到影响哈、哦。那黄伟哲到新加坡哦，要参加一个会议还是展览，就一看台南淹水了，赶快再回来。那黄伟哲就说呢，因为台南是面积很大，预算很少，所以希望呢中央能够加码啊、哦。那另外呢，说黄伟哲6月才喊，他说我很会治水啊，我愿意跟双北分享治水经验。就没想到，所以网络就说嚣张的没落魄的酒，你嚣张半天，才2个月，你自己也淹水了哦，还要跟双北讨论怎么来这个分享治水经验哦。然后呢，这个高雄的这个柯志恩团队也说怎么回事哦，水土保持为什么做不好？尤其营区里面，那陈美惠议员陈美雅议员说，鼓山山路它的周边12年来投入了5亿8千万的水的治水的这个钱，那钱到底花哪里？怎么变成这样？鼓山山路这条变成这样子，泥巴飘飘河变成这样子哦。那另外呢，这个陈美雅也说哈，他们花了2700万建一个抽水站，就抽水站的抽水功能在什么地方？怎么会这样呢？所以陈其迈市长脸书也被灌爆了哈。那另外呢，水利局所以这是极端气候了，所以工程也有它的极限了。工程没想到极端气候也没办法啊。那所以国民党说天晴的时候你们就宣称你们治水有成有功，淹水都赖给气候，结果呢苦了百姓，受了国库，那政绩到底在哪里？哦，高雄市的国民党议员陈丽娜也这样质疑了哦，千错万错我都没错，然后预算一直编哦。柯志恩说，治水不能只停留在预算数字嘛，哦，所以你造成很多地方淹水哈。林涛说你们扯来扯去，这双标哦。他说呢，南高雄跟台南的治水预算是北基的4.42倍，他以前瞻预算第5期总预算943，这个治水预算，台南高雄占31.4%。哦，2014到2026 12年里面，全国治水预算总预算1851亿，哦，台南加高雄就有471亿，北基只有106亿。那你说没钱？早年的时候是，因为国家这个经费有限嘛，不要说北中南，连台北市跟台北县都有差别。哦，我那是台北市议员，我知道嘛。比如台北市的基隆河、淡水河要建堤防，台北市那边就比较高。哦，预算比较多高，对，那台北县就比较低，这预算比较少，所以水淹如果淹太高，就流到台北县那边去。早先是这样子哦，因为它整个国家这么一点钱呢、
那慢慢的，新北升格成这个院辖市了以后，它慢慢经费也高起来哦。那后来台湾又更有钱了，再加上民进党执政，所以中南部钱就花很多，北部就少，就是领导讲的这样子吧。我们看一下。滂沱大雨倾泻而下，走在道路上都像在溯溪。大水淹进高雄梓官的碘堡社区，传出邻近的抽水站停电停摆，移动式抽水机更因为没油无法运作，社区积水根本排不掉。另外，在鼓山区的鼓山3路，连续2天道路都变成了黄河。议员陈美雅就质疑，12年了，在鼓山3路和周边砸了5.8亿的治水经费，却看不到成效。水利局澄清，中央补助2700万办理增设抽水工程，跟鼓山3路淹水的路段2个是不同的集水分区。而南部县市豪雨成灾，治水经费到底要多少才够？台南市长黄伟哲跟中央喊话，台南市面积是台北市的8.5倍，治水经费却不足北市的1/3，呼吁加码治水经费。而根据经济部的统计，在过往治水预算的确集中在北部，北北基占了全国预算的59%，但从2014年开始到今年，北北基总共106亿，台南295亿，高雄175亿，台南、高雄都个别比北北基加总还要多。台风、水灾都有一定的这个补助的标准跟程序，那只是现在基于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治水经我们一定有过去一定的标准跟一个程序，那我们明年也编了500多亿的治水经费。不会批评治水补助程序受到立法院删减预算冲击，更只能先打电话来跟地方联系。而新版财划法通过以后，以高雄为例，中央计划型补助少了123亿，总预算规模也缩减了49亿，导致治水经费连带受影响。台北市是得天独厚你看这个黄鸿计划，黄鸿的一个标准都甚至于提高到100年了这个偏乡的地方，有的才5年，有的才10年，砸下去的钱其实都是不成比例啊。中央地方治水经费到底够不够，各有说法。来，这个齐凯怎么看？刚听到周荣泰竟然说他的钱被砍了，所以只能用电话，都没办法去砍在，大家都笑了。这个行政院长完全没有法治观念。预算法你是不懂法是吧？法里面治水，预算法里面明定治水是霸王条款所有事情所有预算你都可以挪用你怎么可能会没有钱？更重要的，没有人去砍过你的治水预算对，哪一个党、哪一个立委敢去砍治水预算？你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连去年那时候民进党在吵说什么他的钱被冻结了，预算没有审，那时候我们就戳穿你的谎言了。预算还没审的时候，有80%都是可以用的，特别是治水预算都可以用他们还一直在凹。那我们就说好，还有优先条款，有些比较重要的，包括社会福利的治水预算，你因为讲说没有，我们明定的时候都可以用，不是都够了吗？你现在怎么会离谱到说必须用靠打电话呢？你是不懂法还是故意在扭曲法？另外，你从事实面，你本心连交通费用都没有啊！昨天王美惠，民进党立法院要选市长的，他还邀了交通部长跟刘世芳，还到嘉义去帮他辅选这些人为什么不打电话？他们怎么还有钱？到嘉义去辅选？而且去嘉义辅选，竟然还扭曲这个历史上的事实，竟然说轻轨嘉义那个一条从太保站的那个要拉一条高架的这个轻轨进嘉义市的这个火车站，一共这个事情竟然可以推翻？这个是21年前中央政府跟嘉义市民承诺的呢，说你先做 BRT， 等印量够了，我们中央政府全额负担钱372亿。他连这个历史的真相他都可以扭曲，把你抹掉，然后还霸凌直接讲说什么？现在我没办法跟黄敏惠讨论的啦。交通部长来嘉义市霸凌我们的嘉义市市长，公安家不把他给黄敏惠讲等3个多月以后，我们去跟民进党可能当选的王美惠，你可以第一个，你不止有钱来，你亲门打户来阮嘉义市，然后呢，选举前3名歹势，选举后3名歹势。21年前答应我们的事情，结果现在推翻了历史的事实，你竟然还在霸凌我们的市长跟我们嘉义市民。齐凯哥不要那么生气啦，很离谱你们是嘉义人，你要帮我们嘉义人讨公道有没有？我帮嘉义人讨公道，就是说这个选举到了，不要那么激动了我只要跟齐凯哥报告我想我讲一下如果说左荣泰院长你没有时间，或是说你现在遇到什么样比较繁忙的公务，你可以讲一下这个不是理由啦，我必须这样讲随时都可以去。那我认为说院长也是要
见急履急啊，赶快去，因为已经淹水淹了2、3天哦，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淹水。但极端气候不是只有南部会受到这样的影响，事实上在我们新北，在台北，你看我们这1、2年常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只要下大雨，我就开始担心，我在我综合选区有些比较低洼地域，它就积水。那我觉得人民不应该受这样的苦，但是治水的预算、治水的计划是不是能够赶上气候异常的这个速度？我想这个是一个大问号哈，这个大家一起来做。第二个，我想回应一下我们刚刚讲这个庇护工厂的事情啊。事实上，总统府提供了62家庇护工厂，我仔细的看哦，其中哦这个我看林佩祥委员你是赞成3预算的嘛哈，有一个叫基隆市聋哑促进会，好，这个在你基隆啊，我们嘉基也有这个嘉基附属的咖啡好的也是庇护工厂其中一个啊，如果2位都赞成的话，我想你们可以大声跟选民讲哈。事实上，我们当民意代表，你们都赞成嘛？不要紧张哈。那第二个，我们当议员或是立委，你们都审过决算，对不对？一定你审过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决算嘛？那你审决算其中相关的报告，你就已经知道，他历年来就是讲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2008年他买了4200盒，那时候包括丁守中、洪秀柱、许忠雄都赞成，他认为这个是帮助弱势，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给马总统按个赞。所以不是只有蔡英文、赖清德当总统，马前总统他在总统任内他就这样做。所以我们在删除预算之前，或是冻结预算之前，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警觉，说你要问一下这笔预算通常做什么样的使用。如果你已经审过决算，你相关的报告你也有看过，你也知道总统也这样告诉你，你还执意要删，而且在座的2位立委，好。1个前立委都赞成的话，我觉得你们大声跟选民讲，台北市大概有9家啦哈，赖委员，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这些人哈，我要先讲这些人这些单位的原料备料，因为他们历年来都跟总统合作，他们都已经定了多少的爸爸妈妈都跟我们澄清说，他们不晓孩子做错了什么。如果你有一点恻隐之心，帮忙他们，不要利用你们那个政治的。删除政治的冻结来威胁我认为你们也是拿警消跟军人的加薪案来威胁，不是吗？孩子的权利、孩子的福利、孩子这些庇护工厂辛辛苦苦听障也好、智障也好，或是其他障碍也好，都需要你们的恻隐之心。你们在删这些预算之前有想到过吗？我先讲一下哈，我刚刚其实第一时间就讲很清楚了，谁把庇护工厂的预算拿来做政治攻防的工具？谁第一时间这样做？凶手就是翁小玲啊。那第二个，我必须来讲哈，因为其实我不是很想讲卓荣泰，一个一天到晚撒谎的人，其实没讨论度真来讨论是有伤所有知识分子跟一般国民的想法。但是昨天为什么信豪会发这个文，就是因为昨天他从台北到台中，再回台北，然后中间还要封路，他去那边做选举造势，然后居然今天跟我讲说没钱去看灾。对不起，不要偷换观念好不好？你这个所谓的什么叫什么施政推展联系费，不是勘灾预算。勘灾预算里面有院长执行职权之相关必要支出，里面有2363万灾害防救及国土安全预算。你不要偷换概念，偷换概念这样就觉得很不耻嘛。那为什么现在大家全民对卓荣泰这么讨厌的原因就在这里嘛？我们今天如果谈到这件事情，你就是把救灾责任甩给国会，你明明就有去辅选，你就是去辅选，你辅选有钱，你救灾没钱，你勘灾没钱，这算什么行政院院长？那个嘉玲，你心里面如果真的心疼或者爱护这些庇护工厂，你应该赶快去打个电话跟赖清德讲。你说解冻不就解了吗？解铃还是系铃人啊？就是你之前做错事情，而且是逃了我们台湾法治的这个根，来威胁这些弱势嘛？这怎么是威胁？是赖清德威胁？凶手就是翁小玲，赞成的你们都是帮凶。是威胁的不就是赖清德总统吗？所以你们现在多去盯一点，只要解，多去盯一点赎罪啦，多去盯一点赎罪，那你就有钱就解冻了，你就可以绕以前去帮这个庇护工厂。你自己不做，你把它当成一个政治过。第二个，真正退一万步来讲。你自己掏薪水出来，有啦，他已经订购20万了啦，我们都会订啊。休息一下再回来。